新一代華碩 NUC 16 Pro 小巧迷離的機身，只有 0.7 升的體積，升級雙 2.5G 网口，更容易拆卸後蓋安裝配件，也終於升級為雙2280的 NVMe 接口。但最重要的是 CPU 升級到了最新一代 Panther Lake 核心，同时也是目前为止核显性能最強的英特爾 CPU 小主機。大家好，我是老白，今天給大家介紹裝置最新 Ultra X7 358H 移動標壓 CPU 的高性能小主機阿蘇斯華碩 NUC 16 Pro。英特爾 Panther Lake 最新最強最頂級的 18A 工藝打造的新一代移動 CPU。這一代 CPU 的各種型號裡，只有 Ultra X7 或者 Ultra X9 內置有英特爾 Arc B390 核顯，才有完整的12個 X13 圖形核心，也就是說只有 X9 388H、X7 368H 還有 X7 358H 才內置有滿血的核顯，而這三者的 CPU 只有最高睿頻的不同，大家要仔細分辨清楚。那麼新一代華碩 NUC 16 Pro 它的升級最讓你欣賞的是 CPU 是網口還是 SSD 接口呢？華碩 NUC 16 Pro 裝置的是英特爾 Ultra X7 358H CPU 16核16線程，內置英特爾 Arc B390 核顯，板載 32GB LPDDR5X 內存8533兆赫茲 M.2 PCIe 5.0 和 4.0x4 雙2280 NVMe 接口，視頻顯示輸出，雙 2.5G 網卡加 WiFi 7。今天我們先來測試 Panther Lake 滿血的核顯 Arc B390 圖形性能。我們用 3D Mark 來測試 TimeSpy 7140，超過了 NVIDIA 移動2060和1060 Ti 獨顯，超過了 AMD 890M 核顯接近1倍。相比去年的英特爾自家的 Arc 140T 核顯，提升超過 70%。Firestreak 17202同樣超過了 NVIDIA 移動2060和1060 Ti 獨顯，相比 AMD 890M 核顯和英特爾自家的 Arc 140T 核顯，提升超過了 70%。Still Nomad Lite 46.03 FPS， 超過了 NVIDIA 的移動1660 Ti 和 M4 Mac mini， 相比 AMD 890M 核顯和英特爾自家的 Arc 140T 核顯，提升超過 80%。 穩定度 99.2% 通過。接着測試遊戲，地平線5 1080p 高畫質，不開抗锯齒，普通場景接近140多帧，複雜場景100幾帧，相比 780M 核顯提升 40% 以上，相比 890M 核顯提升 30% 以上，不錯吧？我們繼續提高畫質來測試 1080p 超高畫質，開了2倍抗锯齒，普通場景80多幀，複雜場景60多幀，也可以啊。1080p 極端畫質只能到平均接近60幀。我們也測試了 2K 分辨率下的高畫質，普通場景60多幀，複雜場景50多幀，和 1080p 極端畫質差不多。地平線4 1080p 超高畫質，開了2倍抗锯齒，全程110多幀，也超過了 780M 核顯30多幀，這已經是 1080p 的最高畫質了。升級分辨率到 2K， 仍然是超高畫質，
全程70帧以上，不錯啊。升级分辨率到 4K， 降到高画质，全程60帧以上，可玩啊！核显下竟然能玩《地平线》的 4K。古墓丽影暗影 1080P 最高画质，打開 DirectX 12，運行性能測試，平均幀74幀，升級到 2K 分辨率，最高畫質，平均幀50幀。DirectX 12對英特爾顯卡很友好。荒野大镖客2 1080P 中畫質。平均幀67幀。英雄聯盟 4K 高畫質，最後大團戰140幀左右，絲滑啊！對普通玩家這已經到頂了。原神 4K 中畫質，跑起來戰鬥起來只有50幀左右，看來我們要求高了。降到 2K 分辨率高畫質，跑起來戰鬥起來接近60幀。賽博朋克2077 1080P 低光最畫質，沒開真生成，跑性能測試。59幀。我们在英特尔驱动軟件裡設置成4倍真生成，遊戲裡也開啟英特爾 XeSS 真生成。166幀，太暴力了！以前只有在 NVIDIA 50系顯卡能做到，現在英特爾核顯就可以了。黑神話：悟空使用官方的性能測試工具 ，1080P 中畫質超采開到50，不開真生成。最後結果是平均65幀。95%的幀率高於49幀，在這個基礎上，我們在英特爾驅動軟件裡設置3倍真生成，在遊戲裡打開真生成，平均幀147幀，非常好。實戰一下。就是大王說的那個天命人。
革命吧！以上就是 ARK B390 核显带给我们的游戏体验，这是目前最强大的英特尔核显，非常厉害。游戏测試完以后，看一下我们最关心的温度传感器数据。室温25度的时候 CPU 最高温度91度 SSD 最高温度41度，散热能力不錯。我们也给它運行了大模型測試，還是貪吃蛇編程問題。結果是 49.95 Talking 每秒，相比 8845HS 還有 HX370 要高一些，也比 M4 Mac mini 高一些。華碩為了大家能使用 NUC 16 Pro 跑小龍蝦，也提供了一鍵軟件下載安裝。打開華碩大陸官網，點頂部的華碩商城，進到華碩商城，點擊頂部的裝機必備，下載華碩大廳軟件。下載完成後，打開華碩大廳安裝。安裝後打開，左側有龍蝦專區，可以一鍵安裝國內的各種龍蝦。同時，華碩也有自家的阿蘇斯 AI Super Build 軟件，這是一個華碩的 AI 工具軟件。除了可以加載大模型進行問答，它還能基於個人知識庫管理，讓大模型更智能。在它的模型列表裡就能直接下載模型文件。華碩為了讓大家能用上 AI 也是拼了。接着我們來開箱，打開來看一下，主機和配件都在這兒呢。電源線、顯示器背架和螺絲、說明書。這小電源是 19.5 伏 7.7 安，一共150瓦功率。只有 0.7 升體積的小主機，頂蓋是塑料的，機身是黑色全鋁合金打造。頂蓋左上角有華碩 NUC 的 logo。機身接口前面板正面有華碩自己的 logo。雙 USB 3.2 進 2A 口 ，USB 3.2 進 2C 口，電源開關鍵。後面板 19.5 伏電源接口，雙雷電視接口，雙 HDMI 2.0 接口，一共4個顯示接口，雙 USB 3.2 進 2A 口，雙 2.5G 網絡接口。底部、雙側、後部都有通風口。底蓋採取新的免工具拆裝方式，更輕鬆、更容易掀開底蓋，輕輕提拉鎖扣，後蓋就打開了。我們來看看內部都有哪些接口。這裡是開蓋的鉸鏈，一個底部系統風扇，旁邊還有一大塊 NVMe 的散熱鐵，內層是板載的 32G 280的 M.2 PCIe 5.0 的 NVMe 接口，280的 M.2 PCIe 4.0 的 NVMe 接口，
英特爾 B12211 WiFi 7板載無線網卡，開蓋沒有使用任何工具，這應用性是真高啊！順便說一下 NUC 16 Pro 主板上還有更多的內部 I/O 接口、PCIe X1 接口、RS232 接口以及雙 USB 2.0 接口。出廠時可以將 HDMI 接口換裝為 DP 2.1 接口，還可以選裝內部 I/O 接口擴展的頂蓋。這些為企業用戶使用的考慮實在是很貼心啊。BIOS 首頁裡左上角看到我們的 CPU 是 Ultra X7 358H， 這裡內存顯示是 32G 8533兆赫茲。這裡可以設置來電智啟。這裡可以看到設置的是最強性能，而且是華碩特有的動態 PL1 和 PL4 支持，最高80瓦。可以在风扇模式裡選擇性能釋放，有靜音、標準、性能3種模式。我們選擇的是最強的性能模式來測試。如果我們在系統裡安裝了華碩管家軟件，也可以在這裡設置。穩定性是我們最關心的問題之一。我們打開 IDA64跑 FPU 單烤的壓力測試 ，CPU 動態功耗模式一開始運行在65瓦到80瓦之間，平均72瓦左右，整機功耗穩定運行在106瓦 ，CPU 整體頻率運行在平均 4.5 GHz， 在單烤的1小時08分鐘內 ，CPU 功耗一直保持平均72瓦左右，室溫25度的情況下 ，CPU 溫度最高上升到98度 ，SSD 溫度最高上升到41度。我們首先使用華碩 NUC 16 Pro 主機的 Ultra X7 358H CPU 來轉碼，看看實際能效如何。最後結果是8分36秒，共計516秒。516秒是目前核顯迷你主機的比較好的成績，介於不同品牌的 285H 和 HX370 之間。CPU-Z 多線程9232，单線程775.7。多線程成績低於 285H 和 HX370， Geekbench 5多核16549，單核2107，多核成績超過了 AMD AI9 HX370， 也稍稍超過了 Ultra 9285H， 也超過了 M4 Mac mini。Geekbench 6多核16812，单核2928，多核成績稍稍超過了 285H， 也超過了 HX370 和 M4 Mac mini。 Cinebench 223多核21085，单核2070，多核成績不敌 HX370， 也低於 285H。 Cinebench 2024多核1231，单核125，多核成績低於 HX370， 僅比 285H 高了一點，超過了 M4 Mac mini。Cinebench 2026多核4990，單核510，多核成績稍稍低於 HX370。Passmark 多線程39372，单線程4481，多線程成績仍然是超過了 HX370， 但低於 285H， 接近了 M4 Pro Mac mini。 綜合來看，目前這台 Ultra X7 358H 平均72瓦的性能發揮，和上一代的 Ultra 9 285H 以及 AMD AI9 HX370 CPU 性能是差不多的。接着看娛樂大師，總分1643338， CPU 得分733972。显示接口輸出 HDMI 接口最高支持 4K 60Hz 8比特 RGB 顯示信號輸出，雷電式接口輸出 DP 信號，最高支持 4K 144Hz 8位 RGB 顯示信號輸出。我們這台顯示器支持 DP 接口超頻到 160Hz， 超頻後雷電式接口能夠支持 4K 160Hz 8位 RGB 顯示信號輸出。英特爾 Arc B390 核顯視頻解碼，最高能硬解本地 8K 60幀 AV 視頻。YouTube 8K 60幀 AV 視頻可以流暢播放。M.2 PCIe 4.0 NVMe 硬盤測試7000兆比每秒，達到了 PCIe 4.0 X4 的最好水平。雷電式外接雷電硬盤盒3100兆比每秒，滿血的外置存儲讀寫能力。我們還給華碩 NUC 16 Pro 安裝了支持 PCIe 5.0 X4 的英睿達 T700 SSD， 安裝是沒用工具啊。
接近12000兆比每秒。這只是 T700的最高读写速度，不是 M.2 PCIe 5.0 的極限速度。英特爾 BE211 WiFi 7无线网卡 WiFi 6測試跑上了800兆 bps， 算是我的 WiFi 6無線網絡測試中很好的水平。WiFi 7測試，下載1100兆 bps， 上傳2100兆 bps， 可以啊。英特爾 i226-V 2.5G 网口，我們也使用了 IPv3 測試了濾網性能，不論單線程上傳下載還是多線程上傳下載，都接近 2.35G， 跑滿了帶寬。這塊 2.5G 網卡沒有兼容性問題。阿蘇斯華碩 NUC 16 Pro 裝置了16核16線程的 Ultra X7 358H CPU， 平均72瓦的性能釋放。我們直接列表給大家看，整機功耗沒有超過105瓦。待機最高功耗才 6.5 瓦，按這個結果，150瓦的電源可以輕鬆搞定。室溫25度的時候 ，CPU 待機溫度是50度 ，SSD 待機溫度40度。這台小主機高性能模式 CPU 滿載的時候，機身噪音是60分貝左右，社會在耳邊是48分貝。華碩 NUC 16 Pro 迷你電腦裝置了16核16線程的 Ultra X7 358H CPU。平均72瓦的性能釋放，核顯性能表現超級強悍，遠超上一代的 285H， 遠超 AMD AI9 HX 370，是新一代英特爾核顯 CPU 的最強者，也超過了 NVIDIA 的移動獨顯2060和1060 Ti。CPU 性能和各品牌的 285H 和 HX 370相當。作為一台最高級的 X86 迷你主機，它有市面上最優的用料和設計。相比上一代，它把另一個2242的 NVMe 接口升級到了2280，它把單 2.5G 網口升級到了雙 2.5G 網口。新的免工具拆卸底蓋的方式，對比上一代又更好用、更方便了一些。免工具安裝配件具有良好的高可維護性。這台小主機的做工，我認為也是達到了所有 X86 迷你電腦的巔峰。缺點嗎？老生常談 HDMI 為何就不能給個 2.1？ 雷電接口也不能 PD 電源售電，還有這價格啊，比去年又貴了。總結一下， CPU 性能釋放不錯，接近 AMD AI9 HX 370和 Ultra 9 285H， 核顯性能遠超370和 285H， 是英特爾核顯的最強者，超過了 NVIDIA 移動獨顯2060和1660 Ti， 散熱和靜音穩定，接口兼容性不錯。NUC 16 Pro 成為了新一代的迷你機皇，它是目前最優秀的消費級 X86 迷你電腦，推薦給一直喜歡英特爾和華碩 NUC 的朋友，推薦給一直想擁有頂級迷你電腦的朋友。好了，今天就講到這裡了，我是老白，謝謝大家的觀看，再見。